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市民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湾下1012参加2025正在考古系列讲座。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做好利用好考古成果，增强考古学传播力度，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的目的，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深圳市国学文化研究会，持续打造正在考古文化品牌。通过系统性公众考古活动，丰富公众对于文物考古工作的了解和兴趣，增强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构建城市文化记忆共同体。为展示中国考古的多样性，我们的系列讲座将围绕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开，每期邀请全国各大遗址发掘领队、考古院院长、研究专家莅临深圳，给我们带来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时代考古、各历史时代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主题讲座，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哎呦，都不好意思了。明崇祯17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3年后，金军入川，张献忠携上千船，金银财宝沿岷江撤退，行至彭山江口时遭遇伏击，张献忠船队首尾相连，难以撤退。数百艘运宝船或焚于江面，或沉入江底。这场水战不仅谱写了大西政权的命运，更在岷江深处埋下了一个跨越300余年的传奇。从此，成都民间流传的童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成为后世的寻宝密码。直到2005年，岷江河道施工中意外出土7枚银锭，揭开了江口的神秘面纱。那么数百年来，围绕寻宝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考古工作者如何在一片质疑声中截流岷江，水底发掘，首创内水考古第一蛙，为中国考古开辟了新方向？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原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四川文物主编、四川省文物考古院研究院院长，曾组织过3星堆遗址考古勘察，也领导了江口城遗发掘工作的高大伦院长，莅临湾下艺术中心，为我们现场揭秘四川江口7万件金银器出土传奇。下面我们有请高院长上台。好的，就这个嘛，就行了吧？可以走了吧？好，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题目啊，我不知道来的人，我现场做点调查，有没有四川的？哎呦，来了一个四川的，不是眉山的吧？成都的。成都的啊，对，成都眉山现在一体化了，也很高兴，但是也觉得有点失落，我觉得，四川人来少了，是不是？也不少啊。四川人我想也许都知道，在这个地方讲，其实它不分四川人还是广东人，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希望分享给大家。其实呢，遗产院联系我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记得几年前在深圳的一些其他场合可能也讲过类似的，当然我说如果再讲的话，我也乐意，并且呢，过了几年又有一些发现，另外呢，我觉得我个人还有一些新的体会，所以说，就厚着脸皮又来了。大家知道我的经历，刚才介绍我在深圳也待过几年，所以我跟他们说，深圳算我的第2故乡。待过几年，2年前到北方去了，我说能够回来，还有这些诚意是能够见到父老乡亲老朋友啊，特别特别高兴。这个题目大家看一看，是我定的，考古史上最多的宝藏。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口气是不是太狂妄了一点？是不是？你怎么敢说你
是最多的。我跟大家说，如果讲数量上来说，如果只是民间很俗气的金和银来说的话，它还真的是最多的。第一个，第二个是考古人挖的，这一个很罕见的很罕见的。第三个还是主动作为挖的，主动去挖，没有说谁别拍我们主动去寻找，是不是？还有一点呢，我跟大家讲，这个是藏宝，这个跟始皇陵跟汉武帝的唐太宗的这个坟还不一样，那个是大家都知道，那里边挖开一定有东西，一定有非常好的东西。中国的考古，可能考古人听了不太高兴。我们现在这个体制是这样，某个遗址、某个地点，一定程度上，领导让谁去挖，谁就出名。那么，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是主动，主动作为。当然这个不是我一个，是我们团队。我就跟大家，简单讲，糟了，这又把自己拿出来了。这个当时我们挖的时候，2017年第一次挖，领导就来，我说尽快，我觉得应该3年之内建一个博物馆一定会轰动全国。谁知道到现在为止馆都没建成，隔个2-3年就说这个馆要建成了。今年的最新消息说年底可能开馆，我觉得比较悬浮，因为我还是了解一些这种进程。不过终于快，你看他去年报道，前年报道2024年就要开，今年还没开，是不是？这个是即将开馆的江口成营的这个博物馆，就在两江汇合处，两江汇合处就这样一个形状修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工程的这个考古发掘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把岷江跟围起来了，没砸断，围起来了。但是你们知道，就我们一个考古单位要把岷江围起来，我们又不是哪个水电建设公司，我们既不是三峡公司，也不是大渡河公司，我们能够去把这个围岸围起来的话，就这一点来说，全国同行来的都觉得你们胆儿真大，你们胆儿真大，当时我们刚刚挖出来的时候，那个北京那个大专家说他说先不说你们发现了什么，他说我就看你们这个围那么大一个河里边，围那么大一个面积，上边还在跑载重汽车，你们1个月就把它围起来了，发觉2-3个月，然后又把它拆了，第2年又继续围。他说这个在考古史上没有的，没有的，这是其中的一年，这还不是第1年围的，每1年都要这样围。为什么呢？因为河道管理它是规定，你冬天枯水期你要作业的话可以，你要在那个去围堰，工作完以洪水来之前你要工作结束，然后要把这个围堰把它拆掉，因为他担心如果洪水来了产生，如果有船只来往有人这些去下水作业的话，因为你这个把河道的这个很多状况变了，出事了以后，那个就重大的这个责任事故了，所以这个是其中的1年的情况。刚才我说寻宝，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寻宝的小说、电影，是不是看过？大家看过吧？这些都看过吧？这些书里面都讲的这个，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宝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可以现场调查一下，
你们小时候听没听说过？你们老人讲，你们乡里边的其他人讲，说这个哪个村里边大财主，是不是买了很多东西啊？后来怎么有人去上山去砍柴，有人去挖地，一不小心挖出来叫什么东西，很多人都在做过这个发财梦。这个发财，我觉得不是抢银行，是不是？不是偷哪一家，我觉得这个发财还算比较正当的。我只不过说希望天上掉馅儿饼，正好掉在张着嘴的你里边，很难很难啊，很难。你看《基督山悲剧》是小说，《金银岛》也是小说，生活当中没有的事儿。电影《古墓丽影》是不是？文学作品《夺宝奇兵》啊，这些电影都看过。这几年还非常非常流行啊。那么这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国外的，国内的寻宝，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这几十年，国内闹得比较厉害的两个寻宝故事，一个是李自成，这儿有没有湖北的同志啊？湖北的没有，湖北里面有陕西的有啊，我知道陕西的有。李自成是陕西人，陕北人，陕北人据说是陕北至今还有一个，就是李自成宝藏的寻找的一个组织，相当于一个协会，而隔几年开会。80年代非常热闹，因为是什么呢？说是李自成从北京这个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就知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带了很多金银走的，因为他到北京以后干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有钱人家收出金银来，收了很多，几十天就败了，金银很多都还没花了，所以说由他的夫人押运，沿途撤退，当然到了陕西，最后到了湖北啊，湖北的九宫山当地就有很多传说，说是到了湖北的时候还有多少呢？不多了，9驴18担。9驴18担是形容很多，9嘛，18嘛，相对来说也不多，因为他从离开北京的肯定是几百万上千万两的金银啊，这是一个。偶尔还有人寻说有线索了。另外一个我经历的啊，石达开太平天国跟洪秀全闹掰了以后，离开南京，沿途一路打家劫舍，因为他是流动作战，他不可能带粮食，凡是流动作战的队伍一定要带硬通货，他到地方马上就换了，是不是？大量的粮食带着不便于部队行动的，所以他是带了很多。传说呢，最后要在四川要过大渡河，过大渡河的时候，他也知道大概前程未卜啊，过之前跟清朝商定要投降之前，就派人把他的金银财宝整了几口大棺材，乡下装在棺材里边，埋进了哪个山洞，这民间传说。等到30年代，刘文辉当个西康省的省长，西康比较穷，他听说这个事儿，他也派人去寻找，一直没找到。但是他手下有一个人
参加了这个活动，不是50年代这个人，所以当时所有魏政权的一个还当了官嘛，就把他抓起来，在四川绵竹一个监狱里边，他也有机会就说自己有石达开的藏宝图，说了都不相信。等到他80年代被甄别，不一定是平反吧，甄别出来以后，就找到成都一个很热心的文物保护的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周尔泰。这个人呢，你们今天到成都看到的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关能够保护下来，与这个老头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在文物部门工作，他要敢做敢当啊，他在公安局干过，他知道怎么对付这些，我自己直接把推土车挡住啊，是不是？我直接把这个你破坏文物，把这个舆情闹大呀，这些他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以后，就连着这个劳改释放犯就来告诉他，他呢把这个事情记在心上，说石棉这个地方就大渡河边上，等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单位石棉这个地方要干什么呢？要修一个大水库，叫瀑布沟水库。大渡河上的非常大的一个水库，瀑布沟水库。瀑布沟水库就要把石棉、汉源很多地方淹了。有可能当年石达开埋宝藏的那个洞也可能被淹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周尔泰就跑来，我在这跟我说，他说高院长，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宝。他说他还把那个图拿来看，但是呢，我们当然高度认真，去了以后找文化所说这个地点找不到了，去过也没有，也没什么都没有，就说所以石达开的宝藏现在是个谜，现在是个谜。这是我们知道的2个。去看国外也有。1870几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说南军也有很多宝藏，南军被打败了吧？最后不知道哪儿去。现在美国很多人也在找他。再来看国外的最近的二战时期，菲律宾菲律宾这2天跟我们这几年闹得厉害。二战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日本一个总督山下奉文，他在菲律宾占领期间，民间传说搜刮了很多宝藏，不是后来有可能要败了吗？他匆匆的把它埋到哪儿去了？但后来山下奉文不明死了，好像是被飞机打死的还是怎么样，一直就没有运回去。菲律宾有这种传说。到了60年代后期这个当时的就是现在小马可斯的父亲老马可斯，就他的妈妈，他父亲当总统了，妈妈也风光嘛，一天到晚就说特别衣服换多少套，特别是鞋，他这个人喜欢鞋，所以有好几百双还是上1000双鞋。很多人就说你当总统了，我们就要看你个腐不腐败呀，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呢？据说马可斯老婆就忽悠大家，你们不知道，他说我老公把山下奉文的宝找到了，就通过这个洗他的钱嘛。事实上没有这个事儿对了，这个是看嘛，在我们网上搜到的马可斯的当然还有日本的赤城山说同志们想寻宝的，特别小朋友们还有的是机会。赤城山有希特勒藏宝好多找到了他的藏宝呢不仅仅局限于金银，比如宝石油画古董这样一些东西对，我来跟大家讲讲我的童年梦想。
我的老家在四川高县，这个县有一个县的南边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做汉王山。一听这个名字，你就会产生无限的遐想，怎么是汉王山？汉的哪个王住在这个山上了吗？其实当然不是这样，实际上它叫汉阳山。我们不知道，哪跟大家念的时候声音传走了。当地的，我们听我们的爷爷辈就说，汉王山上埋的汉王，汉王坟里边金银财宝很多。你看，谁能找到汉王坟？3缸金子9缸银。所以说我们这每一个小孩不止我，都有一个梦想，能不能找到？我读大学以后回学考古的嘛，回家去，县文管所的就来，高某人，能不能到山上去转一转，看一看，把这个汉王坟找到嘛？找了半天也没有。成都小孩的梦想，刚才也讲了，16对石鼓，金银万万物，谁人识得破？买尽买完，尽就是买尽。我们所有的成都府的所有房子都买了。这个梦想呢，其实有人也实践过。为什么呢？30年代就抗战起来了，日本人打过了3000年以后，四川虽然是后方，也积极参与抗战嘛，但是当时中国很穷，四川也很穷，没钱怎么办？机会来了，什么来了呢？就今天的四川大学东门门口，就是锦江，就是我们挖这个江口的以上50公里。地点挖错了，他们再往下50公里就是这个地方锦江。锦江呢，冲出来什么呢？冲出来一个石流。当地人就想起来，石流，这石流对石鼓，金银万万物，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国民，相当于地方军阀，就是什么呢？你们看四川人了解一个电视剧叫范哈尔，哈尔师长，就是这个人组织了一帮人，就在这河里边去刨，那漫无目的的刨了半天呢，刨出来大概一些这个铁器，一些古钱，什么都没有，比较失望。这个是成都小孩的梦想。那么来看，这个机会出现在哪里？成都上边是成都啊，成都从这儿流下来，这边是岷江，流到哪儿呢？流到彭山，这个是彭山，这边是彭山，这个地方就河流了。河流这个地方叫江口镇，叫江口镇，叫成都这边再下来50公里，在这个地方。其实人家彭山也有这个记载，但是呢，成都嘛，觉得比较大，就欺负人家彭山。一直专家们也觉得张献忠藏宝嘛，埋在成都的可能性大，一直没把彭山当回事儿。但是彭山的县志里边，彭山的这个地方传说里边也有。你看，就在这个江口的，这个是看这个地方是岷江，这个江口在这儿下来，南岸这边就是不是东岸吧？这边就是山，山上往山向里边走，往山上走大概1-2公里吧，沿着山上走，就有一个地方有个水塘，水塘的两边，比方说这是水塘，水塘的右边一条石龙，左边一条石虎，看见了吗？然后当地的
你看早就有的，这个当然是，江口挖出来之前就有了。蛇龙对蛇虎，金银翠山鼠，中华宝藏心，民族遭千古。这是我们把这个找到以后，我们顺着山上去找才发现，当然当地人也知道，就是这个对下来，蛇龙蛇虎一条溪沟对下来。最重要的发现，第一年最多的发现，就是2万平米除了3万间的地方，就是蛇龙对蛇虎。说当地的老百姓啊，当地所有的专家学者捶胸顿脚啊，是不是？说早点信了这个东西多好了。但是我跟大家说，1000条能够兑现1条，传说就不错了。这个真还是要看运气。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看这条河沟这儿没现出来，这就是上边就是这边岷江从这边过来，那么锦江从这儿过来，在这儿河口的地方，即将建的江口城堡博物馆在这儿，这个下来，这儿是一道桥，这个桥有点垮了，大家知道。我不瞒你们说，我还差点出事儿。我过了1个多小时吧，晚上桥就垮了。晚上，因为那样你正在那儿工作嘛，垮了。我们就不断的从这儿开始，历年，每年发掘一点，每年发掘一点，这个是遗址位置示意图啊。实际上，它早就50年代以来，偶尔有东西出来。但是呢，第一个考古部门没有建筑，第二个呢，大家觉得不可能，说张献忠哪儿买那么多宝？在省上的专家、搞历史的专家，考古没介入，比方说社科院的啦，什么巴蜀书社的啦，打仗公开说，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有一个说有的，我有藏宝图，愿意拿出来，但是我们去看，望洋兴叹。没法工作，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工作。当时说实话也很穷，所以我们说这个考古还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盛世才能做这个事儿。我就把这个工作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情况。张献忠可能广东人不太清楚，但学点历史的知道这个人，陕北人。陕北人，你别看张献忠还是比李自成有文化，李自成是不是这儿的？张献忠还10几个字儿，在这个起义将领当中，他算比较有文化的。这个是以前画的，70、80年代，因为当时就是农民战争嘛，你看画的很英武的你放在今天说来这个什么军的英雄也算啊。那么看。陕西延安人，字秉吾，号敬轩，还有一点江湖，因为皮肤比较黄，江湖人称黄甫。明朝的人都有绰号，例如《水浒传》那些绰号，很多人都有绰号。你以为是宋朝的吗？那是明朝的那么江湖这个称黄甫很有关系。其实刚才你们来的早的已经看见了，有个印，上面就是一条老虎，那个老虎就是黄甫。他是1644年进入成都，一生5次想打进四川，都没打进来，在边上第5次进来了，第5次进来影响最大。你看他一直在长江中下游活动。长江中下游当时是什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最发达的地方，特别是湖北啊、湖南啊、安徽啊这些。因为明朝朱皇帝朱元璋想了个办法，想让儿子儿孙永远老大跟皇帝嘛，
老二老三怎么办呢？你还得安抚一下嘛。当不了皇帝，你也别过问政事，封你到哪个地方去，那一片地方全跟你，吃喝玩乐都有了，只是不要管政治上军事上的事儿。他就分封了很多。张献忠部队这样的，李自成主要在北方，陕西、河南、河北。李自成最后就打到了北京，张献忠最后就进入了成都。1644年。但是2年以后死了。而且关于这个事情，事实上地方县志里边有记载。刚才我说了，其他地方也有记载。你说你彭山有，眉山说我也有，成都说我也有，就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了。我说一直没有，但是水里边啊，打鱼的、洗菜的，洪水发了那个水翻来翻去的，比方耳环呐，是不是发簪呐、小的铜钱呐，这些偶尔也冲出来，偶尔捡到以后呢，有人说，有个专家就说这什么不得了嘛？那么多年了，总会他说这个渡口的话，偶尔就有人掉东西嘛，比如哪个美女的耳环掉下去了，水深他也捡不起来，哪个做生意的银子2个掉下去了，也捡不起来嘛。这也说得通，但是我们知道恐怕也说不通，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明朝人，特别是张献忠，他们装银子这样装的，银子是当时的硬通货怎样装的呢？不是我们说的拿个口袋来装，拿一个盒子来装，拿一根木棒对破开，然后分别掏空，再把这个银子放进去，大约20个一杠。你们看见了吗？打麻将的不清楚吗？杠上花，麻将铜条万杠都是钱呀，是不是？条就是穿起来的绳儿嘛，杠就是这个。隋唐演义里边的明代的小说嘛，抢什么？抢黄杠。他这样弄了以后，再把这个捆住，拿来运输。而这个你这些收了银子，要把它画了以后，再交出成50两一个的，50两了。但这个陈设你不能作假，是谁做的，你要写上名字，然后不能作假，陈设要够，重量要够，这样就发现了，大家觉得这有意思了。他说张献忠当年就这样干，在成都，他要走之前就派了人，第一个打船，第二个就砍了很多青钢棒棒，就来干这个事儿。大家就地方文管所就比较兴奋了你看找回来的，就2005年以后，陆陆续续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呢，我们的建设搞得很快，基本建设有几个事儿要干：修房子、整公路，要水泥要什么？要活沙，活沙成了稀缺资源了。你武汉、你广州，70年代、80年代，活沙就在附近挖嘛，挖沙肯定早期就在附近挖，但是挖多了、挖久了，就不能在附近挖。第一个附近挖的差不多了，第二个再挖，恐怕城都要挖垮。你挖的太深了，河边上的房子不就栽下去了吗？好，逐渐就往下游走，或者往上，一般往下游走。你不信你去看，几十年下来，大概90年代后期2000年以后，彭山这个地方挖沙就流行起来了。挖沙一定要挖得深，
是不是？一定要挖得深，否则的话，他哪有钱可赚呢？好，挖得深以后，陆陆续续就出了这些挖了。湖南的营地，湖南的2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常常过码头坐船钓银子的，总不能老是外省的吧？明朝以前哪儿能够天天都碰到湖南人了？是不是？哪里这个？所以说大家就开始有所怀疑了。就这个，其实2011年已经发现了一批人。当时2011文管所的同志发现了，就是哄抢起来，因为藏不住，挖沙的人挖出来的金册，一个金册大概有1000克，挖出来了。也有人挖沙的没注意，把沙倒了，有人在火里边刨出来了，然后回去最后追回来了。完了以后呢，文管所接着以后呢，当然说追回来不少，就把这一片后来保护起来了。保护起来了，文管所也比较放心，觉得这个地方我都保护起来，没人来偷，没人来抢了吧？谁知道没保护好，2012、13年又有了。那个文管所的所长姓方，他地方文管所呢，说这个我们还得加强管理。他当时觉得不让我们去，让我们去了不会出现后来的盗掘事件了。他说让我们去了，他说我们省考委员把东西拿走了呢，他就自己干了以后呢，部队又不准他发局。说后来虽然是划了保护范围，又开始这样弄，这次规模就比较大。然后呢，在江边上也有一些人家也不勤劳，也没做生意，也没外出打工，怎么突然就修出小洋楼了啦？是不是？大家就开始怀疑了。当然一传十，十传百，说有人在河里边捞东西捞法了，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重视。就是第2次，2013年、14年是第2次追，第1次是2011年。其中一个小伙子就整了一块金册。文管所所长讲，我知道内部讲哈，文管所长很高兴跟我说，那个小伙子抓起来，说出来就怎么样啊？然后最后说出来，交出来了，还跟那个说他说能不能跟我点奖金呢？我告诉哪儿有什么奖金？你这个拿就不对。那个金册应该是上千万吧，我认为啊。那么这个就有很多道理。刚才你们看见那个金印，就是在这一波盗掘当中捞的，当然不是这样捡的，这样捡水里边潜水，有人为了去捞专门学了潜水，还买了潜水衣。但是呢，最后你们知道，其实也不好捞，不是大家想象的也不好捞。那么这个也是江湖传说哈，我也是说第一个他捞出来那个东西，待会儿结合了这个我们再讲啊。看见了吗？这两个都是从被盗的人手上追回来的，应该说绝对的一级文物没问题。这个全国现在唯一的一个长沙府湖南的天启元年，看见了吗？崇祯皇帝之前年100两100两的金锭100两的金锭因为50两的10两的我们还见得多这个好像这个我也得，这个就是那个金印，这个7公斤，金印7公斤他不认识字儿还是偷东西还是有点文化最好。如果不认识字儿，拿去卖，买的人也不知道字儿，说就你这个东西，他开价要80万
人家还不要，说你这个都什么就是什么，看这个样子是新的，是不是哪个道士用的什么鬼画符的东西啊？他拿起来比较失望，但是继续摸吧，运气好，过了2天还是3天，因为这个印背面呢，看有几个孔，居然摸到了一个老虎。老虎拿来这个脚印儿，往这个印的背面刚刚合适。这个再查阅了之后，这应该是个印，一个印金印，那就是至少是个大印，是不是？好了，据说这个时候拿过去翻了10倍，800万成交，800万转手3000万，再转手1亿2千万。山西咱们山西据说是一个煤老板买了，到最后破案了必须碰这些东西，同志们不要去碰。这是我听到江湖传说1亿2最后这个个案的。那么看见了吗？老虎什么？这个至少可以联想，恐怕就是永昌大元帅印这几个字儿，9叠传。永昌大元帅印。那么上面这个老虎，张献忠脸色发黄，江湖人称黄虎，是不是与这个有点关系啊？对。到了14年，这个案破了。这个案破了，破了以后也不到的。我说如果2011年让我们挖，就不会出这个。我觉得不会出这个问题了。当然，没有如果。那么破了以后，一批东西，专家们之间有争论，还有人说不一定真。因为真和假，这个在定案上这个差别太大了。盗的是假东西，是不是？又不是的了，家里面盗的，河里面盗的，这个恐怕进都不能进去了。如果是真东西，这些东西多吓人呐！一批专家认证的结果还是定不下来。我是听到了这个消息，因为我2011年我就想去动，但是有关部门说谨慎，不知道怎么动。我跟文稿所长说可以，我要做好这个准备，要动。我说你把它看好，然后呢，12年、13年、14年，只要有专家来，我就带他们到彭山县文管所的库房里边看他的东西。看了以后，专家们都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呀，是真的呀。我就做好准备吧，做好准备。所以2014年听说有这个机会了，我又去了。这是2015年12月份。当时上边觉得关键时刻了，那么应该做了，我就趁势而为。看见吗？这个是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的，这个是我，这是北大的齐东方教授，他以研究金银器比较出名。这个是国家博物馆的杨林主任搞水下考古的，这个是故宫博物院的常务副院长李济这四川的2个专家这2个老专家。这个专家是一直认为张献忠没有城堡的，最后到2017年看到我的发现以后不吭声了。我发现了以后跟他打电话，我说请你来开会，他就跟我说大胆，你知道我的态度哈，我去了以后你说话的话就得罪人了。我说没问题，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你看了以后，如果你还说它是假的的话，可能你一辈子英名就毁了。他来看了闷了半天，最后一个发言专家不是这次，后来他说错了，这个以前的观点要更正。因为他在读，这个人是个天才，读研究生时候就写了关于张献忠的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播。当然他是正面肯定张献忠农民运动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他是对张献忠有一定的感情的。我觉得农民起义领袖怎么会抢东西啦？是不是？农民起义领袖怎么不抢东西啦？农民起义领袖又不是八路军，是不是？又不是解放军，是吧？
那这就是我们干这个事儿，我们还是活里活去的。其实还有一个插曲，我们也要说服领导同意啊。从来没有人干过这个水下考古，我们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只是我们觉得该干。那么2016这个专家会开了，2016年的元月份，北京国家文物局开会汇报，几十家，广东的、福建的、江苏的、山东、沿海，还有一些湖北的、湖南的，有湖泊的，就去汇报他们第二年2016年水下考古怎么干。我是属于撞进去的，没有汇报，我就带了我们单位几个人去了以后呢，水下考古都要求很年轻，为什么呢？那个是要点体力，还有一定的风险，是吧？还要专门学潜水。我呢，当时我带了年轻人去，带了盆上的去，我们要准备挖了嘛，专家会开了嘛。他说一个人讲3分钟，小青年呢不懂，领导坐在上面讲，他就站起来发言。哎，最后他们说我来了吧，我有什么我要讲，我就走上去，走在这个位置。我说你们走错了，你们站错了，下边是咨询领导，汇报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在那笑了，然后我就跟大家说了几句话。我说2015年全国最轰动的考古事件是挖了海昏侯。我估计很快海昏侯也可能回到深圳来讲吧，我估计啊，这样北大考古发现又比较近的因为我海昏侯那个是我学生，所以我就调侃，我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们2016年我做一件事儿，想让你们忘掉海昏侯，记住张献忠。我就讲我说干了多少年了考古，我们要干一票大的。没有，当时都不知道挖到什么了。我说一定要干一票大的，有多少呢？我就跟他们说，那个文献记载船都上百艘满河都是金银。讲完以后呢，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国家觉得师长啊甚至副局长都比我年纪比较小，他们也不知怎么回答，他们只是又不能说否认我，后来就说哎，小心点儿，这高院长这个发言东西有没有真假我们先不评论，但工作要像他这样有节气也算个表扬嘛，是不是？好，回去就开始挖了，我们就打报告，上边也批了报告。但是我跟大家讲，我哪有那么多钱把岷江砸断了？我就找到地方呢，那个区委书记呢也干了5年了，5年大家知道，从年龄从工作也想往上走啊。我党的干部，我觉得有一个方面，其实大家总结了，上进心特别强，是不是？最强的是我党的很多干部，上进心特别强，所以他也想，他就说他在他的任期内，他拟了一个目标责任，要把江口城堡这个事儿要搞清楚，跟大家一个交代。我就利用他这个，我说我们共同来吧。我说你把活体跟我砸了，我来挖。他答应说干，联合起来干。但他问多少钱？我说可能花不了多少钱我说主要是活沙，要找沙最后呢就说出来，就大家一起干呢，报上去国家局也批了以后呢，等到6、7月份我就开始准备第一个专家认证的时候，专家认证呢说话说的要饱满要留余地。你想我开这个会，那么重大北京那么多专家，我告诉你们，彭山区文化局没来一个人，眉山市文化局文物局没来一个人，省文物局也没来一个人。你们就知道这个会比较微妙了吧？
呀，很多人觉得你那个的哪儿有的，完全没有，你们瞎忽悠吧，对吧？那么这个我就找到宣传部和区委，他们愿意干，我们就来把正儿八经打报告打上去了。6月份、7月份下来了，那国家他也不了解那批人，他不搞这内水考古开天辟地第一次，他说同意你发掘1000平方米，我们拿到都可笑不得。我都把岷江都砸断了，你让我挖1000平方米，是不是？至少应该挖个10000平方米吧？哦，他们不让实地来，不让当然也可以原谅他们没有经历过，都不知道内水考古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哦，但是等到7月份，突然，我想我们考古发掘是这种主动发掘，只要国家批了，一般他会多多少少跟点钱，是不是？一般跟点钱。等到又过了1个月，说糟了，今年因为调整，大家16年、17年审计啦，或者各种评审啦这些就没有这笔钱，1分钱都没有。这个时候我就说，哎呀，没有钱了怎么办？我就跟区上讲，区委宣传部长来说，高院长必须挖呀，年底我们得跟人大代表有个交代呀。我说怎么办？我说这个缺口比较大，他说多少？我说估计有个2、3千万吧。我说我这儿垫不起那么多。我说当然，如果你们把这个围也垫了，其他也可以。我说我这儿，开始不好说，总之几百万我还垫得起啊。好吧，大家决定就干，然后这个时候才决定干这个，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拿这个调侃呢，考古工程，这儿考古遗产院也来了，考古工程、考古发掘，考古发掘是什么？抢救性保护，抢救性发掘。我跟很多建设单位、跟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来审计，你这个怎么没招标？那个我说，该招标的要招标，不招标不能。我是抢救性发掘。我说，我给你打个比方说，你们觉得什么的招标吗？啊，哪儿有什么的招标的？深圳那个大楼起火了，怎么招标？是消防局说几个区，你们出动几辆车，我出动几个人。你说10辆车，我说3辆车，我去解决问题。等你把这个招标搞下来到什么程度了？宝成县塌方了，隧道堵了，你听说铁道部组织招标了吗？有些事情呢，就是为了抢救性的工作而存在的，比方说地震局、消防局，我考古院，我主要工作就是为这个干的。然后他们听了，他们说这个人说的还有道理了。当然了，比方说我都围起来了，我要马上要发掘了，抽水。他说你怎么不招标？我说招标，1个月以后，枯水季都过了，影响工程了，我不招标。是吗？有些事还是要敢于的，你要跟他解释。我们搞那个基本建设，你这个属于乱收费。我说我这个地方发掘10000平米，我开了1000万，你只跟200万，我把它发掘了。你不能说凭什么你就把它发掘？你怎么开的肉价这么卖成萝卜价？我说是啊，我想吃肉，他只跟萝卜啊。是不是？我非常想，我要1000万，那么他跟不了1000万，他你看我的工作量吧，你看1000万我要挖10000平米，你跟200万我就只按2000平米吧。我说你们看这个吧，那这个文物受到损失了，关我什么事儿？他不愿意，他有我只是发掘单位了，你跟我，后来他说你是非法收费，我们是非法收费吗？我说非法收费是那些公路。铁路坐在那儿，你上门来缴钱。我说你看我签了合同的，他出于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他愿意跟我1000万，
我出于这个保存文化遗产，搞科学研究，我来完成这个任务，是不是？是这么一回事，哪有非法收费、订合同的？你们听说过吗？合同是双方平等的呀，这样就进行了2016年12月到2017年4月，其实是过了元旦才出东西的。11月底我们开始围严，围严，围了以后再把水抽干，准备一下元月份元旦过了，一般就开始出东西。这儿还元旦过了，就是2016年的元月份，我们不是开会吗？北京开会，我去了吗？出了2017年的元月，国家文物局又开会，又开水下考古会。他们说通知我去，我就去，我也讲话，我也发言。但我看见这个人家江西也来通知了，我也不能说忘掉。我说2015年大家记住了海昏侯，我说我去年说了2016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张献忠。我说我跟你们讲，还没开挖，我们工作铺开了，因为这个水上也拦起来，它水没有完全砸断，它是能够工作能够捞东西就行了嘛，所以说它还在沁水。但是为了让这个水疏通的比较快，因为抽水那个地方水流的比较快，我们挖了一个导流渠，围了一条什么长2000米、20-30米宽的一个围堰，上边可以跑大卡车。围了5万平方米。那为了围堰，为了让这个疏通呢，我们就搞了一条导流渠。这个导流渠里边就出了300多件东西，而且呢，这300多件东西呢是杀猪过年，什么都有一点。赏工钱不一定是金的，是银的，发簪、耳环，银锭，什么都有一点。请注意，跟大家说，它是随机挖的一条导流渠，不是有意在哪儿有东西的地方挖。那么都出了300件，我就跟他们算账，跟领导算账。我说你看，2000平方米出了300件，这随机的哈。那么2万平方米呢，就该出3000件，20万平方米呢，就该出3万件。我说这个遗址有100万平方米，我们估计它要出15万件。大家就不可能，意思就是说，我说好，我们打个折，对折7.5万件，大家还觉得多了，好，再打对折3.8万件，再多了，我说再打对折1.8万件吧，差不多。请注意，我说的100万平方米挖完，如果出18000件金银器，你们愿不愿意去投资干？肯定愿意，是不是？100万平方米出1.8万件金银器，这都是文物啊，肯定有人愿意投资嘛。我就这样说，这个时候领导口气就变了。高院长，你不能光说挖，那个保安措施怎么样？我说就放在文管所啊。那个文管所我去过，那个太简陋了，不行。我说那就我运回省上，我们考古院嘛。车辆呢？保安呢？是不是我说这些都说清楚哈，这个一定考虑好哈。他们觉得应该有戏了但是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看后来2万平方米出了3万件，我们2万平米就完成了原来我们设想的100万平米出土的、出水的文物的数量。第二年12000、1万、11000，你看就这个数量来了。那么怎么工作？水里面去捞，真的不好捞。跟大家说，我们也是摸索的。发掘地点怎么确认？它是水下，但是呢，我们中国把这个称为不是南海，不是东海，我们叫内水考古。
内水考古，比方说洞庭湖，比方说东湖、西湖、老东西也是水下考古、内水考古。那么当地历史上曾经管它打鱼也好，是不是管它洗菜也好，出东西嘛，调查，先调查调查这些人，他要告诉。第二个，文献记载，历史上有没有？历史上出过没有？当然，我们自己也要调查，是不是？调查的结果，文献记载还不少，看见没有？都说他是主动的，疯了，主动。现在看当然不是主动的，看见没有？张献忠整了3年，金银堆积如山，收齐了，专以木鞘相，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叫鞘，再以数十艘巨舰大船，令水军压赴彭山之江口，沉诸河。这是一种记载。另外一种记载，看见没有？张献忠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号召力不行然后呢，各个地方还跟他作对，统治下去非常艰难，有点不想干了北边清兵也过来了，有点不想干了，干脆的把东西带走到长江中下游去改名换姓过逍遥日子，收罗殆尽，再满100艘船顺流而中，这是初心活变乃分，就走了，算了，就精神病不行了，全部沉到河底了，这个说法。但是另外一个说法，被动的，他在四川一直遇上一个对头，四川一个地方部队的明末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偏将就今天话来说，大概是个大校上校一类的吧还没当到将军。这个人呢，很积极的跟他对着干。曾经他俘虏过杨展，要押到河边上，要杀杨展，因为是当官的嘛，穿的比较好，文献记载，他就忽悠士兵说你看，你把我一刀砍了，我这个服装我要留给你嘛，你把我弄到河边上，一砍了，我的血就往河里边流嘛，是不是？衣服不就好了吗？士兵觉得可以了，一到河边上不注意，一下就跳下去了，跑了。他水性特别好，最后还传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他后来他富了，等到张献忠很多金银了，大家觉得四川的各个地方部队他最有钱，但张献忠后来也离开四川了，大家就想打他的主意，就忽悠他到一个寨子里边来袭，就说要把他杀掉。杀掉这个杨展就说想喝水，民间呢他不行，说这个人会水遁，不能拿水跟他喝，一会儿水能行不？就把他传神了。我觉得一口水都可以记住水就跑了你看他这个记载，宪宗非常恨这个杨展，把他的地盘跟他夺取了，又非常的痛恨川人，不服他的领导，所以说把成都居民杀了。文献记载，杀了只剩下100-200户。文献记载100-200户至少是杀的比较惨。有一家没有被杀，就在晚上就派很多人到处家家户户去听。有2口子正在说话，这个女的话多，男的就说一天到晚听不得你讲，老是张家长李家短，是不是？这个士兵就报上去，说这家人在议论你呢，张要抓起来审问一下。说什么？说的张家长李家短东，推出去杀了然后这个人说冤枉啊！说你冤枉什么？我说的是张家长李家短我是表扬张家呀。人家说张家忠一听有道理，把我们这2口子给放了因为他
他跟李自成他们两个有亮玉情节嘛？你说李自成的短处，说我的四川类似的传说很多，比方说四川人说为什么家家户户端午节门口挂这个菖蒲？四川人就是与张献忠有关。我张献忠追好多人逃难嘛，说看见一个女的，是不是把大的孩子背着，小的孩子牵着？张献忠上去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儿？你这个，这个女的就说，我老公是二婚，这翻译成今天话哈我老公是二婚，我是第二个，这是大老婆，他大老婆死了，大老婆的孩子。说张献忠特别感动，说这个妇人不错啊，你别跑了，我让大家不杀你。我怎么知道你不杀我呢？正好在田边上，田边有菖蒲挂在桌，他说那天正好是清明节，你回去在你家门口挂上这个东西，我就通知我的士兵不杀你。这个妇女那么善良的，怎么可能一个人享受呢？就通知村里面都挂，村里面马上传出去，到处都挂上了。这是另外一个传说。当然还有一个说的是用跟草绳来比，刚好这个草绳那么长的就不杀这个各种各样啊。你看他这个讲的就是来了以后，杨展就半路伏击他，伏击他以后船不就沉了吗？你看前后数千艘，看嘛，然后最后用火攻，最后船沉了，士卒死了在火里边尸体都腐烂了，是不是袭沉水底东西？我们应该说这个是最接近真实的。沉了以后，你以为历史上没人打？有人打捞的，那也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他张献忠四川人把的金银装在这个木鞘里边，压到彭山，杨展把他传了，杨展都不知道他船里面有金银就跑了。后来有打渔人打得了，这个消息传回去，杨展又回来把这金银打了一部分，这是一个。第二个走了，说那个一周子跟上面差不多，得马上就告诉杨展，杨展就命令大家，当时的河水比较深，用那个长枪磨鞘嘛，往河里面去出了以后，钓上来了，就这样，看见没有？捞了很多，几天之内，磨鞘装的高跟城墙那么高了，但这我想是夸张，是不是？另外，一直到乾隆50年，应该100多年以后了，还在打捞。渔人获得以后打了，但是后来呢，派人打了以后得到上万两，但是由于江面太阔，河水太深，打捞的成本和他得到的投入和产出相比不值嘛，就停了。一直到看见100多年前，还有人打捞到奇色河岸，河岸就对了嘛，银氧化，是不是？氧化就这个也有意思，成银打捞参考。那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出过的以前出过的我们就这样干。工作思路多元数据综合，寻找文物有利出击区，也用了一些科学的方法试验看嘛，这句科学方法电子扩大呀这些用它的新方法科技考古来试验然后呢，水下不是大家说的下去有捞，像水上考古发掘，只不过它这个方案是虚拟的布方，但现在好解决了，是不是 ？GPS 打很准确很准确。这是第一年，看嘛，这导流渠，这第一年我们挖的
就是2万平方米。这个左边这个就是好吹的啊，这儿清楚，工作台面啊，探方布方图，这就是24台抽水机，24小时抽。哦，你招什么标？是不是？啊，这个导流区，除了以捞为主，还找一个地方进行考古发掘，了解它究竟多深，沉位情况怎么样，埋葬方法怎么样，在这个地方人工，一铲一铲的往下挖，其他地方就可以爬。这就是看嘛，场景到江底了。故宫老院长来看了以后，他说：“哎呀，这金银财宝我们故宫也有。”他说：“我最赞叹的、好奇的，居然把长江江底给看见了，啊，这确实很难得。多深呢？枯水季节水都有3米，3米下边还有2米深的粗沙，2米深的粗沙下边还有3米厚的细沙，再下边才是江底。大多数城堡都在江底的这个岩缝里边，所以说是盗掘的，是哄抢的，很难。我们不是说他没有拿到，很难啊，很难。待会儿我们大家来看，这是看嘛，江底全部围起来。我们是进工地、进出工地是基层的安检管理啊，他们要过安检门的。我们去都是要把这个金属啊、包包这都不能带的啊。所以说，居然出了那么多，到现在为止，我们发觉的连一个银渣渣都没掉过啊。这是招了一批志愿者，看这个就是出东西的情况吧，这个就是开登记了嘛，这个是现场在拍照嘛，啊，这个登记好以后，这是一批志愿者后发觉还不是志愿者，这个是这个小青年有机会要参加一些，就大家知道你们要参加一些重要的发掘啦，工作平台要高啊，大公司啊这些。我跟你们讲一个这个人，这个是现在在哪儿工作？河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他在我那儿正式的，他在我那儿实习，然后因为这个实习做的也比较好，江口发掘也很有名，我们就推荐他去牛津读的博士。啊，牛津博士毕业，香港这儿他来了。国庆我还见到他了，他邀请我过去。这个是北大的博士，后来是北大考古博士。这马上，下个月山西人，下个月要去阳泉人，下个月要去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就搞云冈石窟研究，也是在江口发掘。出了名了，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我们搞的那个考古现场婚礼。他就是男主角。看这个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是不是？远远的一露出来就看见了，又来了。但是银子它不发光。我们发觉，我觉得还比较负责，就是说大家觉得银子有可能漏掉吗？漏掉多可惜啦！看肉眼，管它了。挖出来的所有的砂石，通通在这个筛选机里边过，看见吗？这筛选机有多少人在守了？至少你能够看到的，这儿一个人，这儿一个人，这儿最后有一个人干什么？看，盯住，对不对？这个碎银子啦，手镯啊，比较小的银锭啊，这些有没有？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工作真还做得不错。最后检查
在最后落下来掉下这个兜里边没有发现过银，没有发现过银子。那金到这儿的金子黄金更没有了，跟着黄金要发光嘛，是不是？所以工作我觉得还比较搞这个。你说哪个专家哪个考古专家见过这个阵仗？搞个筛选机是吧，在这儿啊，那么然后这个你是考古，你不是捞起来就完了，你要复原它原来在水下分布的层位，互相之间的关系。看金银铜铁各种颜色，你找到看了分布密集的在哪些地方。航空还要测绘，还有监控，24小时无人机这个监控这个遗址测绘然后大家记日记，这个就更加密集了。小探访，你看见哪个地方东西出的比较多？这是现场保护，就在磨壳里面，切磨器很难保，切器很难保护。切就有的女士不一定注意自己把身材保养好，太胖了减肥减得太快了的话就要出问题，因为你的皮肤的收缩和你的脂肪的收缩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切磨器难保存呢？脱水都很容易，但是木材脱了水以后，它收缩和切片收缩不一样，所以最后脱得太快了，那个切片就皱巴巴的，极其难看。我想人脸和皮肤大概也是这样，是吧？但是光是木头这个脱水比较好办，但是也得精心的保护它这个叫河床大量出来这个缝里刚才我讲的看3米2米，就这个地方就是用到这一窝一窝的一窝一窝的东西。你看这儿4个大银锭，那儿开始发光的铜的还是金的有了。重要发现我们来看看，6次6万平方米，出了7万件，我是约束，包括有什么张献忠册封妃嫔的金册，蜀王金宝，蜀4字宝印，西王赏功金银币，明王朝册封藩王世子郡王妃嫔的金册银册，明刻有年号地点的明代的官银，以及大量精美的金银首饰兵器日常生活用品。明代的金册故宫一件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明朝末年这个满族入关早就拿着东西跑了，是不是？看张献忠册封妃嫔的金册，册封了300多个，2年时间是吧？谁当了谁封了皇后？倒霉啊！好像封了一个皇后1个星期，把皇后和她全家给杀了。300多人，这个没有1000克，这个大概有800多克，这个就不是如果一定要说，它就不是金的价了。你们不要算1克多少钱？今天黄金，当然比我们当年挖的时候平地都涨了好多了，是不是？还不说它的文物价值我们挖的时候16年大概300多吧，是不是1克？现在1000没有是不是？我相信深圳很多人都早就买了黄金了祝福你们这是运气好，国家局一个副局长来，那个宋清照来现场看了，那天看了很久，什么都看到了，就是没有出这个金册。都走了大概有200米了，往回走，突然这个刚才就是那个山西那个小伙子李飞就说：“高院长，我什么事儿？”他说：“出金册了。”跑回去看，这个金册是人家宋局长掏出来的，就是这个样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王赏功钱在港澳地区
可能拍卖会上都见过。他们认为是钱，其实这个不是钱，是军功章，知道吗？是军功章。你干的最好的，赏你一个，看见没有？像钱的形状，差一点的银的，铜的没找到，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这个据说是民间说法，不是民间。最早的时候，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有一枚，他们逮到这样，当然很宝贝了，就放在钱币博物馆里面展出。你全国只有1、2枚嘛，是吗？据说一枚的卖几百万，听说在澳门还在香港朋友曾经卖过200多万一枚呢，这个我们都挖出来几十枚，但这个也出来了，价就不值那么多了。叫果品最好。有一天，应该是00几年吧，有一个人就问我说：“你们那个博物馆的东西为什么不能买卖啊？”我说：“可以买卖啊。”我说：“你们收的有吗？”他说：“有啊。”我说：“你知道股民为什么怕国有股减持吗？”我说：“比方说你收了一幅张大千。我省博物馆有300幅张大千，我说我们现在可以卖了，你来放在，因为你手上的稀缺程度就基于省博物馆永远不会卖，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好像，当然我们不是说为了让它奇货可居，实际情况它就这样。这个乱，其实这个大可不必，一听说出来了，你讲因为这个东西进到我们的手上，理论上它永远不会出去了。除非哪天像卢浮宫被盗了，是吧？卢浮宫被盗了，他也不敢马上出手吧，是吧？这个是非常，这个它的金的含量能达到90%，不错了啊。开始呢，就说这个做假的，接了个姓袁的先生，他说那天我打电话跟他，我说你先别说假了，我说我希望赏功的钱饭都捞到了。那个铸造好了，那个钱还没拿出来了，可能撤退的比较匆忙，就是这个钱饭所以他看了一下就懵了你看了张献忠大西政权，大西吧，梅州就是梅山嘛，就是彭山，就挖到他们彭山属于梅山馆嘛，营地，册封，这是湖南来人了吧？怎么今天全是哪儿的？你们这下边坐的四川也没有，陕西没有，湖南没有，不过是台湾来的吧？湖南永王，那么这些东西，你光是说那是别的不对，还要看文献记载，它跟文献记载对得上。比方说金册金印什么规格，什么几块。长多少，宽多少，厚多少，里边怎么样？这个城堡呢，说实话，它是这样，金属都留下来了。当时可能说不定有些还有绸缎包裹是不是？留不下来了，纸张这些，水下嘛，对。开始挖到一个字儿，蜀字儿。年轻队员还不认得，我来看我这个很明显的是个蜀字儿，蜀王金宝，蜀王的印，蜀王的印，只有一个，8公斤，超过那个7公斤了，7公斤是公安局破的案，开始我们头1、2年发掘的时候，他们拿出来摆。后来我们发觉了超过他们了，他们也不来摆了蜀世子宝，这个也是看嘛，16斤重，金锭小的了，小的也很重金是吧？也很重，金锭这个里边装一般就20个，20个。
这些金银究竟值多少钱？大家很关心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看明代《金瓶梅》里边，你看他今年赢了3000银子，哎，他又开始算计李瓶儿拿出1两银子，1两银子可以吃什么？1只烤鸭，2只鸡啊，还下饭1坛金华酒，1瓶白酒，还有买果馅的。一桌饭，如果在今天来，可能这桌饭恐怕要5、6千吧，啊，如果酒说不定还不止啊。上万块钱，说不一定，这个大概参照。你看，还有刚才我们说湖南的、河南的有了，湖北的有了，银锭就是原路整回来的嘛，是吧？原路整回来的嘛。你看，不管黄州府、麻城县、武昌县，这清清楚，金碗，公务员就公务员，金饭碗，是不是？对了，开始拿出来不知道，他第成也饼了，打开才看是个碗嘛，看见没有？银碗，银饭碗，金簪还镶了宝石，金手镯，漂亮吧？麒麟送书嘛，典故嘛，银的手镯。戒指，你看抢回来都串在一起了啊！耳环、发簪、银簪一部分，看纽扣就放大的，麒麟纽扣、条钩、金饰、三饰，就是掏耳朵剪指甲的啊，还是很讲究啊。秤砣。银镜，对银镜也不错。船具，年轻队员他不清楚，那个北方的他不清楚。第2年，我去问我说，除了这还出了什么？哎呀，他说出了几十上百根这个长的钉子。我也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了吧？蚝杆，南方说蚝杆前面那个尖尖撑船的。这个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价值，证明这个地方当年是有很多传承了嘛。琢的根儿腐了嘛，就剩下这个蚝杆头嘛，是不是？这个是比那出几十根几十个银锭价值还高。你看船钉多少万颗，数下开始他们不重视，我说你们快去数，数了告诉我，为什么要数？我说为什么要数？船主要靠钉子，你们可能很多木船，传统的木船不能用那种什么榫卯结构，必须要用钉子来抓，才抓得紧。水上东浪西浪，船板都不分开。所以说民间有一句言语。船难3000钉船很靠这个钉子扣的。你看这些兵器，大量兵器他们打仗的武器嘛，建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3眼火枪炮小银锭、小金锭、小银锭，碎银子，《水浒传》里边老是说李逵要喝酒了，武松要回家了宋江说等点碎银子在路上，好吧方便花嘛。很多人没见过碎银子，就这个东西。发簪多少个头嘛？你算嘛？那这个不算多。耳环看见了吧？多吧？这不算多，我告诉你们。戒指也不算多，这个才多，是不是这个才多这个也多吧？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税，看见很轻，2手要拿根本拿不起来它比重很大这一部分在这展出，你看修理好了，对不对这个酒杯今天
谁有这样一个酒杯的话，那也不错啊。法簪，看漂亮吧？这个酒杯啊，比较重。这个是一个什么？相当于钥匙扣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可能是个顶戴一类的。张献忠记载：守寡何成郡王，终身相生，商贾之家，金银宝丸，锱铢不一。那么大的金银窑，哎呀，人家小姑娘戴的一个那么大一点的耳环都要守寡，觉得这个人家伙太怂了，是不是？何必跟这些小老百姓过不去嘛？他这东西你看，数量大吧？金册银册数以十计，50两有题记，上面有字儿的银锭几百个，几百个。金银饰品数以千计，碎银子就数以万计了。种类，你看方方面面，等级高，帝王的，是贵族的。他时代延续从明代中期到明代末期，地越广，是要江口城，他全国南方好多省捞回来的，还打草，漏草打兔子，家里边还成了其他东西，巴蜀时期的兵器，但比三星堆晚，大概是战国时期的。这个打了还不少，看见了还不少。你看，捞起来很好，很好，总数大约7万多件。这个都各个的报道。2022年又有新发现，看，说当时刚刚。第1年挖了，第2年到北京去展览。我们想让领导继续批准我们挖，因为很多重要的遗址啊，领导觉得挖一挖就行了嘛，别的人把它挖完了，不挖了。但是我们只有这个遗址，水下很难得，你再不能面临被盗掘的危险嘛。我就跟领导说，调侃领导，我说你看，我们这个是真的是撸起袖子在加油干，既然都撸起袖子加油干了。你得让我们一张蓝图绘到底呀！第一个，第二个，我说，大家觉得我们运气好，一挖就挖到中心区域。但是我觉得，由于水下遗址的特殊性，你没搞过全面勘探，我还真不知道它是不是中心。我说存在这种可能，除了一挖就挖到中心，第二种可能，我们还在中心的边缘徘徊。第三种可能。这个遗址存在多个中心，那个船它是突然行驶当中，敌人来围攻，逃命要紧呐，我才管那东西怎么沉呢？真的存在多个中心。还有一种可能，这个遗址现在看来比我们预估的100万平方米面积要大得多，上百艘船，几百艘船，就是居然有人上1000艘船。他撤退的时候，他是10万军队，再加上家属，再加上后勤。你们别把那个船想象成你们南海的船，那个船小得很，因为岷江在那儿比较浅，比较小，能够一艘船坐几10个人就不错了，而不是大船。所以说，他上1000艘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你看，这个。2022年出的，这个有一窝就不错了啊，成都府的，这另外一个早期的枪铁炮，对，另外出的一个铁锹，木锹，戎4之宝，说4之宝有了，戎4之宝，张献忠到那个时候没写的话，这另外的，一个东西上的字儿，这个印，这个九叠传，出土大贝，戎4之宝，永昌夺里之印可能永昌夺里之印应该是和那个永昌大元帅基本上同时的，永昌大元帅是番号，永昌夺里就是我监督管理权嘛，来也不错，都新发现，看这些，挖了那么多东西，仅仅是宝吗？我们还看它价值意义。
可以说十分肯定的回答了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我们找到了。我们很高兴很自豪，几百年的传说了跟我们证实了有。第二个地点也找到了，第三个确实发生了这个战争啊。第二，大家对这个事值得关注，一定会掀起一个明清史的，特别是在四川掀起这个高潮。水下考古也是从考古的方法、考古的这个新的领域，也是中国考古界在内水区开展围堰考古的初步第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个深圳广梅馆的珠江口有点地盘啊，广梅馆的要注意啊，要注意，没有可以，那省上不干，你们去干嘛？珠江若海口那个地方刨一刨，我觉得有可能刨到东西，真的。你看哈，我们这个，我跟那个年轻人讲，我们这个学考古的，我们不在乎他挖了多少东西，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内水第一次考古，我们开辟了考古的一个新领域。什么领域？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前几辈考古人把中国好的东西都挖得差不多了，是吧？我这个话呢也不能说挖得差不多了，但是东西是不是越挖越少了？如果说传统的认识的话，当然你说还可以找新资源。原来说这个石油弄了就没有了，后来说找到天然气了嘛，说天然气没有了，找到页岩气了嘛，是不是？页岩气没有了，找到可燃冰了嘛，而可燃冰也整完了嘛，我们又找到核聚变，是不是？这个也是这样。秦皇汉武宋代这些帝王里就来袭，你不可能再生出几个皇帝来，是不是？汉代的诸侯王就来袭，夏商周的都城就来袭，挖一个少一个。那么我们以前只关注陆地，通过我们的尝试，水下还有东西了。水下有什么东西啦？水下东西多水下东西，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是不是官渡之战？历史上有名的战争在河上打来打去的还不少。洞庭湖谁在打？岳飞在打，是不是？那个太湖谁在打？太湖是方腊在那儿打过。即使没有这些战争，民间的商船，事实上我们几十年来，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太可惜了，靠近江边的城市码头考古我们没搞，太可惜了。码头上一定有很多东西，当然今天也来得及进了几千年几万年的积淀，总有人要掉东西下去嘛，是吧？真的是啊。那么中国内水面积多大了？27.2万平方公里内水面积啊，在我们挖以前从来没有人去找过东西，大约是4个浙江，2个陕西，2个山西，大约好。我们就以山西和陕西为例，我们考古搞了100年了。1925年，中国第一次考古是在山西。26年，明年，如果大家喜欢考古到山西呢，山西夏县西阴村是中国考古学者在那儿第一次考古，这100年从那儿燎原的星星之火。那么27年挖了100年，陕西山西他才挖多少？是不是？我2个陕西那么大的面积，有的是东西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开辟了一个新领域。那么水下有什么东西呢？我跟大家讲，水下东西就是好东西留下来了，就老百姓认为金银财宝、金银铜铁留下来了如果丝绸啊骨节啊这些反而留不下来，是吧？所以那儿只要也发现东西都是好东西
就老百姓认为的好东西。然后我们这个考古啊，我们还搞了一些大家说的这几年是标配，就老百姓社会上人是感兴趣考古嘛，把它弄得那么神秘干什么？我说银行是吧？银行都没那么神秘了，不都可以去嘛？银行押运人民币，押运这个金币、银币，都是找的社会公司嘛。你考古工地难道你还比那个银行还保密性更强吗？不见得。还有考古，你说我们招募志愿者人不够，其实这个发掘主要是2个人。我说只有2个人，你们干不干？只有2个人去，我们就招募他们。我说你不够就招募志愿者吧。全国当年招募报名大概600到1000吧，收了几个。但我们志愿者我们有要求的，还有你们当志愿者呢，一定要注意，不是说我今天去，明天就让我去捞金银是吧？它有个过程，根据你的特长，根据工作的进度也许让你去煮饭当火头军，你看当几天嘛，你体验一下整个过程，也许就直接让你去照相，也许看见你体力比较好去挖土，是吧？如果说你照相好，可以让你去直接拍摄啊，这些，它是这样的这你看这个队伍多年轻啊！不要瞧不起年轻人，这年轻人组成的队伍就是绝大多数的志愿者，那个全国我们当时设定的条件是，真正的志愿者别来指望我们给你发什么工资，解决往返的硬座票，高铁2等座，第一，第二，工作必须至少满1个月，你不能来了3天2天就走了，你要到成都来旅游，是吧？不行，走的时候给你解决你的车票报销，住宿吃饭我们安排，但是条件很简单，考古队员住哪里你住哪里，你干得了你就来了，然后就是服从安排，服从安排，还不错。应该说这个是即使我们这样做，可能全国我们第一家出好东西的时候招志愿者。据我所知，好多兄弟单位招志愿者都是干粗活干外围，真正出好东西志愿者考古的人都很难进去，就把它围起来了，对吧？这个大家知道的。我们不怕，我们说你看申请表这是志愿者的工作了还是很有意思，干了这个就等到江口发掘50周年的时候，纪念我们都不在了，靠志愿者来回忆这是他们写的，当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还有一点，考古是公众事件，别藏着掖着的。我们开始干就搞新闻发布，看见没有？要启动这个事儿了，很多人觉得你挖不到怎么办？我说挖不到，谁说挖不到就要惩罚了，对不对？那重石油，是不是？在新疆那个钻井打下去，没有油谁负责了？是不是？南海打下去就有油，我们还用进口吗？是不是？不是这回事儿，它是个科学研究、科学探索，但是事先肯定经过认证。目前为止，用这种方法找是最可能找到的，或者说有可能有。你们别相信考古挖下去也有挖空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对记者就问了，挖下去没有怎么办？我就说，你去问中石油，他们一个钻洞花上亿的钱，几个亿都有。但是我说，虽然这样说，我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东西的概率远远高于中石油、中石化，是这回事吧？是不是啊？我们大概70%-80%都能找得到这是中途大家关心嘛，出了多少？中途我们有搞通气会，间断性，最后结束时候搞，随便你问没问题的。这是当时就央视就跟上来了，你要重要发现。其实很可惜，当时我们想搞
直播，发觉直播，但是有关部门太保守了，就最近几年拼命那个直播，当时就说哎呦考古不要弄的了，但最近几年变了，有关部门怎么变的？我想你们比我们更清楚啊，喜欢人多嘛，这是全国各地去巡讲。我就搞一个，我说你要这年轻队员，完了这些东西，你要让人家高兴，你要让他的母校高兴。一个复旦的，一个川大的，一个北大的，我就说你们去向母校报告你们的成果。主动，哎呦，母校也高兴，是吧？年纪轻就挖了那么多好东西嘛，那这是在国博展览的时候，国博展览的时候，这是。一个领队看嘛，李飞在北大的北京大学的活动，当地不要只跟领导看，只跟专家看，当地老百姓要知道你在干什么，是吧？这个是还有学生也接待学生，公众开放了，这个是国家局那个副局长来，看见了吗？拿出来了，金策就是。就金策，明代的，还评了这个一等奖了，发掘，出了这本书如果谁带了这本书来，我可以签字他可能没有带，这本叫《江口城堡》，选了200来件嘛，非常好的，这是刚才看了个博物馆，据说要开放了，这个我自己。要带货嘛，南科大的一个馆，我也其他地方讲我也宣传，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我想我们深圳人什么没见过，我们创新，我们旅游也好，我们考察也好，研学也好，我们也要搞一些不同的路线。这我跟领导讲的，2018年，我说你快把江口开发出来，成都平原从北到南。有一条全世界非常非常高级的旅游路线，什么路线呢？北边蜀道就是蜀道南那个蜀道，南边到峨眉山，看嘛，江油、绵阳、广汉、成都、彭山、乐山、峨眉山，这样一个线路，并且非常省事儿。你就坐高铁，不要去包车几个点都有高铁都有站，下来去看自己就走了就行了。我给你们规划一条路线，为什么呢？看见了吗？它厉害在哪里呢？蜀道最北边，它是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国家已经定了要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三星堆也是，三星堆2014年就该是。当时是三星堆跟谁呢？跟那个云南有一个梯田，哈里梯田去批刻。你要是考古人多了，没批刻去哈里梯田。我说就这2个你们哪个讲得好就去，居然没批刻成，我听到我的捶胸顿脚，真的是。现在肯定是没问题的。蜀道习主席走过的，大前年走了，现在热闹得不得了，是吧？肯定已经是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了。这一个下来，成都就是金沙、三星堆都是世界遗产，要申报一定是一起打捆的。那么彭山江口、乐山大佛是世界遗产，峨眉山是世界遗产，它这几个点儿。这个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陕西同志别高兴啊！你在关中来旅游，景点比较单调，看秦代的皇帝，看汉代的皇帝，看唐代的皇帝，总之都是看皇帝，是不是吧？并且还是看死人的，是吧？说我到了山西，我跟山西领导说，哎呀，我说我到了山西来了吗？我该贡献山西一个，我说我贡献一段口号，他们说什么口号？我说我跟我们书记说，他说什么口号？我说这样的，我陕西和山西人，我说你们老说地面文物看山西，我这个概括不全面，还有呢说起来好像没底气，
地下也行啊。我说这样来说，地面就说地面，不要说地面文物。哎呦，有陕西人哈，得罪。但我说的是实话，想了解古人怎么埋法，去陕西，要知道祖先怎么活法，来山西，是不是？那房子是人住的吧？活人住的吧？江口这个地方，道峨眉山，特别是你看这几条道，我跟你讲，这条道叫金牛道。我深圳人，我到深圳来，除了这样梦那样梦，发财梦是少不了的，是吧？否则跑到深圳来干什么嘛？特别是早几十年，发财梦，你先走金牛道，然后呢，在彭山讨一个吉利。光是讨了吉利还不行啊，你还得要求人保佑啊。到罗山大佛去拜一拜，下一波找到宝的恐怕就是你了，是不是？这就是我跟大家规划的。就它的景点，它是索道是路线路，三星堆是3000年的，但是江口这个寻宝的故事明显，罗山大佛呢是唐代的，峨眉山是双遗产。说它的种类比较丰富，索道又是线性遗产，真的是这样。我建议这个江口城印博物馆开你们就去，因为一旦打开也好，当时我跟那个我们省的部长说，我说如果你运作的好的话，江口城印博物馆的观众不会比三星堆少，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得懂，大家都来想看一看就淘点儿淘点脚气、手气、运气好，是吧？这没有了，讲完了感谢高教授带来如此精彩详实的视频分享，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您的考古历程，目前对中国水下考古发展都有更深刻的理解。那么接下来是互动提问环节，我们欢迎现场的观众踊跃提问。那高教授将为大家一一解答。4:20，有问题的尽管问啊。可以啊。